半年前开这个缸的时候，还不是很熟悉怎么样使用相机拍视频，没有记录应景的搭建过程，直接从种草才开始录的。而且这段画面是拍完之后才发现没有对上焦的。一开始是想试一下有前景底沙的半岛的那种感觉，没种草没加水，纯应景的时候感觉还行，但是加完水种完草之后感觉就变了，不太好看。但是想着等水草长一段时间再看看应该会好点，结果并不好看，所以我中途就把底沙换成水草泥前景草了。感觉搭建应景和种植水草的选择是两个不同的工作来的。应景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别忘了还要考虑到水草的搭配，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反复折腾，不伦不类的。不过折腾也是好事，可以积累一些经验。右上角的后景原本种了紫蕨新冠，听着很华丽哦，但后来发现搭配不好看，颜色太暗沉了，所以在1个半月这个时候选了红哈比皇冠和喷泉胶草，想着换来自然一点的层次吧。喷泉胶没问题，但没想到皇冠草的叶子真的太大片了，就算知道会减慢水流，我的出水口也必须架在皇冠草的头上，才能够冲开它的叶子往左边流。如果出水口放在其他位置，放在左前方啊，大部分水流都会被皇冠草的叶子拦截的，那左后方就会形成死角。所以最终我还是决定换掉这个红哈比皇冠草。叶片真的长得很高很大，有我的小手臂那么长，但是它却长不出水上叶，估计是因为水太深了。这次更换的是大浪卷草，据说长得也挺快的，但我估计应该不能比前一个皇冠草还大吧。而且它的叶片比较透明，背景灯打上去应该也会比较好看。
种好之后呢，我就把进出水口的位置调了一下，顺便看一下底柜用的东西和布局。就很简单，一个滤桶，一个钳子。二氧化碳不在柜子里，我放在了旁边电脑桌的底下了。原本的水流位置呢，必须在右上角压着皇冠草的叶片，确保水流均匀覆盖。但是现在换了水草，叶片小很多，暂时就不需要压着叶子来出水。希望这一次种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好看吧。